动性还能撑多久？漏油了，最多半小时。林远，不能再往前了，前面是野海，连海图都没标。奶奶的手术费还差10万，回去也是等死。完了，导航废了。这是哪儿？鬼知道，这片岛群从来没人来过。你歇着，我去找淡水。这岛上有过人来过。远航笔记：龙溪水区，非季风窗口不得入，入者九死一生，然生者得无尽鱼山。这是整片远海的鱼序图。老陈，我们可能捡到宝了。啥宝？你找到淡水了？水没找到，但找到了这个。这是老人传说的那种渔获笔记。以前镇上有老鱼头会记这个，但没这么详细过。谁留下的？不知道。但这上面的坐标如果都是真的，林远，你想干嘛？回去，然后按这上面的坐标再出来。你疯了！这次是命大才没死。老陈，你觉得咱们还有别的路吗？鱼镇近海的鱼越来越少，我耗得起，但奶奶的病等不起。孩子，这么急找我啥事儿？正好我也有大事跟你说。来，先坐。远哥辛苦1年了，今天请你吃顿好的。远哥，这位是彪哥，咱们镇上最大的水产渠道商。听海子提过你，说是水性不错。海子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远哥，这是3万块，今年的工钱一点点。孙海，咱们去年说好的，我的年薪不是20万吗？远哥，你也知道今年行情，鱼价跌了，油价涨了，渔船保养也烧钱，20万真拿不出来。那这顿饭你请得起？小林啊，做生意就是这样，行情不好，海子也不容易。谁在海上1天1夜不睡觉？谁为了追鱼群差点翻进海里？孙海，你现在跟我说3万完事儿？林远，咱们兄弟一场，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看，但你也得认清现实。你能打鱼，可你没有渠道，没有资金。彪哥能带我们进大码头，你可只会出死力气的，跟不上了。当初咱们一起在海边发誓的时候，你说的是一起赚钱，那是以前。现在我改主意了，不行吗？小林，合同我都拟好了，自愿结算全年工钱3万元整，签个字儿，和平分手，以后各自发财。不签，那就连这3万都没有。孙海，你知道我奶奶在等钱治病吗？那是你的事儿。行，孙海，你记住今天这3万块。你那发小眼神挺硬，以后盯着点儿。听说了吗？林远那小子被孙海坑了，能怎么办？孙海现在有周彪撑腰，谁敢多说？就你了，这船烂了少说5年了，龙骨都空了，你修它干嘛？出海？出海？这破烂玩意儿连近海的浪都扛不住，你以为你是铁打的？你疯了！那笔记上的坐标全是咸海，黑潮暗礁那片连大船都不敢去，你要拿这破船闯？我没别的船，那也不能拿命开玩笑。老陈，我奶奶的病拖不起了，桅杆还能用，我帮你检修一下，别的我也帮不上了。够了。海哥，听说了吗？你那前合伙人在修老街口那条破船，说要自己去闯深海。你说林远闯深海，就他的破船？可不是嘛，镇上都在说他想钱想疯了。他往哪儿去？不知道，但他那破船就算修好了，能跑多远？彪哥，你还真觉得他能折腾出啥来？一条破船，连网都是补了又补的。他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什么意思？一个人突然这么有底气，要么是疯了，要么是有了我们不知道的本钱。盯一盯。还真修完了，我说远子，你这能撑过今晚，就算烧高香了。林远，江瑶，干粮和水够你吃3天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出海？你那破船修1上午了，全码头的人都知道。至于往远海走，这装备撑不到有信号的区域，所以你一旦出海，就是跟所有人都断联。我不问你为什么，但你记住，我家的收购渠道一直开着，你能带回什么，我都能帮你卖。活着回来。哟，江家大小姐看上林远了。左前30度绕第1块礁，然后立刻右转，避开第2块。该死！出礁了，撑不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船非沉不可。鱼群常在船难时尽，渔者不可先亡于绝望。行，那就再撑1小时。来了，
林远，林远，陈叔，你看那边。1、2、7，你丫真不要命了？船呢？沉了。那这一网袋是什么鬼？我去，银鳞窗，值多少钱？这一网保守5万起步，品相好的话，竞价还能更高。奶奶的医药费够了。来几个人搭把手，银鳞昌活的。银鳞昌真的假的？这玩意儿多稀有，你知道吗？品相太好了，银鳞完整，鱼眼清亮，这是昨天夜潮补上来的。老陈，这批货我全收了，1公斤120，怎么样？120你也好意思报？品相这么好，至少150。我出160，全要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让远子自己说怎么卖。小林是吧？这批银鳞餐给我1公斤170，过完秤马上转钱，180。过秤吧，价高者得。312公斤，按1公斤180算，56160块。林远，你卖不卖？卖。一条破船出一趟海，一次赚5万。孙海坑他一整年也才给3万块。就是，到底谁不行？银鳞仓，谁补的？林远，56000，一条破船，一趟就56000，他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我让人查了他那条破船的出港记录，他去了黑潮暗礁区。那地方谁敢去？礁石跟狼牙似的，他不要命了。问题就在这儿，黑潮暗礁区30年没人敢进，他怎么知道那里有银鳞仓？你的意思是，听人说他在岛上漂了1天1夜，回来手里就多了一本破笔记。你跟他从小一块长大，他以前捕鱼有这本事，他水性是好，但要说认渔场，以前也就跟我差不多。那就是那本笔记有问题，上面80%记了鱼群坐标，得把东西弄到手。光弄到手不够，得让他再出不了海。远儿，这住院得花多少钱啊？不贵，您安心治病就行。你当我老糊涂啦？昨天护士来说漏嘴了，押金2万，后面还有治疗费。奶奶，钱的事您别操心，我还得起。远儿，你跟奶奶说实话，钱哪儿来的？出海打的鱼卖了5万多，一趟。你爸要是在，会替你高兴。下一步，赤脚。医院药房说你往这边走了，你奶奶的药我顺便取了。谢谢。听说你那条船沉了，还出海吗？出。这次不是破船了。我家的收购铺最近扩了冷链，冻库还空着一半。我给你补上。喂，老陈，明天帮我约那家船厂，我看中一条2手钢壳船，你帮我验验龙骨和发动机。钢壳船不便宜吧？你刚赚的5万块还没捂热呢。银鳞昌只是开胃菜，后面还有更大的。龙溪水区，非季风窗口不得入，入者九死一生，然生者得无尽于山。那条船我帮你看过了，颅骨没问题，发动机80%新，就是价钱10万，我手头有6万，剩下的分期。远子，有句话我得跟你说，孙海他手底下人在打听你那回出海的事儿，还有人看见周彪昨天晚上进了你家那条巷子。他进了巷子，你自己掂量着，那俩人什么德行你比我清楚。陈叔，帮我个忙，你说船过户之前，帮我留意孙海那边的动静，他要是知道我换了什么船，肯定得使绊子。成。江瑶，问你个事儿，你家的冻库装东星斑的话，能存多少？东星斑？你要去赤礁？那条破船早沉了，你拿什么去？新船，明天过户。冻库我给你留一半位置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活着回来。成交。你找啥？陈叔，怎么了？你家里出事了，邻居打电话说你家灯半夜全亮，门大开着。
奶奶，您伤着没？远儿，有人翻咱家，啥都没丢，但他翻遍了。奶奶，您看清人了吗？蒙着脸，个子不高。小林，要不要报警？报，但我大概知道是谁。翻我屋可以，吓着我奶奶，这事儿没完。你奶奶怎么样？受了点惊吓，卫生院开了安神药，人没事。报警有用吗？没丢东西，也没看清脸。没用，但我知道是谁。江瑶，我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件事。你说。你上次说冻库给我留一半位置，我现在需要的不只是冻库，我需要稳定的收购渠道。孙海那边迟早会在出货上卡我。林远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爹一开始不同意我跟你合作，他觉得你一个人一条船不稳定。现在呢？银铃仓那次之后，他改主意了。他说这姓林的小子要么死在海上，要么发了，值得压一注。那你是压我死，还是压我发？我赌你发。这是供货协议，收购价按市场实价上浮5%，冷电费我包。条件是，你的鱼货优先供应我。为什么帮我？因为我看得出来，你跟那些混饭吃的不一样，也因为你帮过我。我帮过你，我帮过你。去年码头下货，我爹闪了腰，是你一个人卸了整船的货，1分钱没多收。小事。能记住小事的人，值得赌。赤交这趟回来，我交第一批货。冻库等着你。哟，远子，听说你换了条船？钢壳的，不便宜吧？银林超那点钱够买船？不够，但够付首付。剩下的呢？谁给你担保？老陈可没那身家。孙海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。没什么，就是关心关心老朋友。毕竟当初是我带你出的海，你有出息了，我也替你高兴。那我谢谢你，慢慢高兴吧。远子，海上的运气不会一直好，悠着点儿。我的运气在笔记上，你没有。红旗东星斑栖息地，水深40至60米。浪向变了，热带低压突然加强，赤礁以南海域将出现8到9级大风，浪高预计4到6米，请所有作业船只立即返港。赤礁遭遇风暴，不可顶浪直行，走蛇形，借浪系走船。来呀！你再不走！来了，孙海，你让翻我家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个吧？红旗东星锚，你小子去了赤礁，那地方上个礼拜才发了风暴预警。遇上了，船扛住了。伤得重不重？皮外伤。好哇！今天不散卖，红旗东星斑品相太好，散卖亏了，我安排拍卖。拍卖？对，谁出的价高，这批货归谁，公平竞争。这品相，野生红旗东星斑，市面上1斤至少800起步。关键是活的，你看这鱼鳃还在动，活的东星斑，清蒸出来肉是甜的。起拍价1斤600，价高者得。650、700、800全要。你这一趟少说这个数，20，至少，而且是起步1000。连小带大，总共230斤，按均价1000一算，25万3，扣掉拍卖费用10到24万8。给奶奶换个好点病房，24万8，一趟24万8，不能再让他这么下去了。再出2趟海，他就能把尾款全还完，到时候整个渔镇的人都得围着他转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冷链，他渔货再多，没有冰库，没有运输车队，3天之内全得臭。江瑶不是给他冻库用吗？那就让他也用不了。喂，是张冰库吗？关于江家那个冻库，我这里有个情况想跟你聊聊。怎么了？冰库的老张突然说要设备检修，冻库停用半个月。我找了3家别的冰库都说满了，要么就说设备坏了。不是巧合。当然不是，有人放了话，你那些东星帆的尾款什么时候到位？明天。但鱼货不能等明天，今天不处理，海星味一上来，品相全毁了。那辆车卖多少钱？你要买2手冷运车，那辆车龄少说10年了。我用过一次，开的就是那辆，发动机还行。你现在手头的现金够不够？够，24万还没动。买完车剩下的钱还能租个小冷库，先把自己货运走就行。林远，你这是被逼的，但我觉得你被逼的时候反而更强。兄弟，这车虽说年限长了点，但制冷机去年才换的，一口价8万，12万公里，制冷机能撑多少小时？零下18度，
一口气跑300公里没问题。我跑长途起码要撑500公里，那得换个大功率制冷机，你换加2万，总共10万，包过户。行，明天提车。今天来不及，今天不提，我找别家。成，今天下午装新制冷机，傍晚给你送来。林氏水产市场联系好了。那边说凌晨3点开始交易，品相好的鱼越早到越值钱。从这里到林氏国道要开6个小时，你一个人开？我一个人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。路上吃，到了给我发消息。走到哪儿了？过了一半路。有情况吗？没有，就是困。但想到这一趟到了就能再赚一笔，就不困了。红鲟东星斑，这品相活的，从哪儿运来的？赤椒，今天凌晨刚上岸。赤椒那片鱼肠都荒了多少年了，还真是野生的。什么价？批发价1200，外面拍卖价1400，我让价200，但我要现款。我要60斤，100斤现款，剩下的全给我。孙海，你断我冷链，我倒有了自己的车。换了这么贵的病房，花了不少钱吧？不贵，你安心住。远儿，你瘦了也黑了，跟你爸越来越像。老太太恢复得很好，再观察3、4天，没问题就能出院了。出院后定期来复查就行。谢医生。远儿，你坐下，奶奶有话跟你说。我这次病差点没过去，我就想啊，你爸当年走的那年，也跟你现在差不多大。奶奶，听我说完。你爸是咱镇上最好的渔人之一，他那时候谁家修船缺钱他给，谁家揭不开锅他提条鱼送去。码头上的人都说你爸有一片海，也有一片人心。后来他出事是替别人出海，那条船遇到风暴没回来。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让你学他，我是想说你要是真站住了，能拉一把的人就拉一把。奶奶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比你爸聪明，你爸是憨厚，你是心里能装事儿，能装事儿的人能成大事儿。渔者非独富，聚众方能远航。围网渔场水深平缓，鱼群洄游必经之路，适合多船联合作用。渔汛窗口每年4月至6月，8月至10月。能拉一把的人就拉一把。围网渔场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儿。老师傅，我想查一下这片海域的历史记录，图上画的海图符号，现在的地图上还标吗？这个画法是老式的渔民手绘海图，你看这里标的不是经纬度，是星位参照。这图你哪来的？你看这里标的不是经纬度，是星位参照。这图你哪来的？祖上传下来的。那你祖上厉害，这种画法起码是50、60年前的，那时候没 GPS， 认海全靠兴风潮。我帮你查查镇志，你看这里，60年代以前，渔镇有围网作业的传统。每年春秋2季，一个船队出海，大家分工，有人负责赶鱼，有人负责下网，有人负责起网。后来呢？后来近海的鱼越来越少，围网养不活那么多人，散了。等等，你再看这儿，渔镇最后一次围网作业记录是在50有年前。围网渔场的事儿，我一五一十的跟您说了。白鹭海槽，我小时候听老人说，那片海以前是聚宝盆，后来航线断了，就没人去了。为什么断了？说是有暗流，还有鲸鲨群，一个人一条船进去找死。但要是几条船一起围网，按规矩来，说不定真行。所以我一个人不行，得组织人。你要招人跟你出海，远子，镇上现在有点跟你去玩命的，数得过来。那就先从那几个数得过来的开始。我算一个，我那条船虽然旧了点，但还能跑。另外码头西边的阿福、大刘都是有家的人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能拼。我去说。谢了陈叔。别谢我，你要是把这事儿干成了，能把整个码头的规矩翻过来。对了，孙海那边最近不消停，周标四处请人吃饭，你小心。我知道了。白鹭海槽围网目标，渔船数量下限4条，渔汛窗口4月至6月，倒计时距下个窗口还剩20天。大家伙听我说一句，最近码头上出了个林疯子，一个人出海抓了几条桂鱼，威风得很。但是你们想过没有，他为什么能抓到那些鱼？他手里有一本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笔记，记的都是老一辈子渔人的心血，那是海神的馈赠。凭什么他一个人独占？人家凭本事找的，关你啥事儿？以前不关我的事儿，但林远现在要组船队，要带人去白鹭海槽。白鹭海槽是什么地方？老一辈的人都知道，那是死地，多少人进去没回来。白鹭海槽那地方航线都没了，真去不得。一个人发财是他本事，拉别人垫背就是坏良心。孙海老板的意思很简单，跟着他干稳当，跟着林远干找死，各位自己掂量。远子，孙海在鱼市上放话，说你要带人去送死，还说什么海神的馈赠不能独占，现在码头上说啥的都有。让他说。林哥，不能让他们这么抹黑你。刚才我亲耳听见有人说你是林扒皮，专坑乡里乡亲。阿福、大刘，他们骂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说的？我亲眼看见你抱着渔获在海上漂了一夜，那不是运气，是拼出来的。我也替你说了，
但人少压不住嘴。够了，你们信我，我就带你们出海。不信的人，我不勉强。可是这么下去，人拉不齐。陈叔，你教过我一句话：海上的天气，嘴皮子说了不算，船到了海中央才知道风往哪吹。他们现在骂我独占海神的馈赠，那等我带出海的人满载而归，把票子堆在桌上的时候，谁独占谁分享，不辩自明。白天的事我听说了，孙海在于氏的那些话传遍了。你不生气？气，但不妨碍我出海。这是我的收购铺长期合作的渔民，里面有7个人私下问我，你那个围网计划是不是真的？我说是真的，他们想加入，又怕得罪孙海。7个人，加上老陈、阿福、大刘，还有你自己，10条船够了。你怎么跟他们说的？我说林远这个人，你跟他出一次海，就不会再怀疑他。替我跟他们说，2天后出海，不敢来的不勉强，来了的同吃一锅饭，分一样的钱。林远，有些人抹黑你，是为了让你变成孤家寡人。你越强，围过来的人就越多。现在你只需要再扛一把。林哥，咱们不是要去白鹿海槽吗？怎么绕到金枪鱼带了？围网作业需要本钱，先搞一条蓝鳍金枪鱼垫顶。蓝鳍金枪鱼那玩意儿全世界都缺，咱能碰上？追海鸟，觅鱼踪，水面微蓝，渊藏巨物。下钩！都拖了2钟头了，是不是方向不对？中鱼了！所有人就位！我去，这得多重？至少200公斤！稳住绞盘，别让它跑了！林哥，鲨鱼！怎么办？怎么死定了？鲨鱼来了，这要是撞上船，把鱼竿给我，然后你们所有人收钩，收网具，关舱门。林哥，你干嘛？你们把金枪鱼拉上来，我挡住鲨群。林哥，金枪鱼拉上来了吗？拉上来了，那就走，全速离开这片海域。林哥，你知道这条鱼要是卖到国外值多少钱吗？不多，但够给咱们船队换一批新网具。这趟出来的目的本来是下金钩探鱼群，但现在提前把金枪鱼搞到手了，想不想提前分一笔钱再回家？想。那就都听我的，接下来去白鹿海槽围网捕鱼，搞成了，这个季度所有人的收入翻倍；搞不成，这条金枪鱼卖了，每人先斗底拿一笔辛苦费，不会空手。264斤蓝鳍金枪鱼，品级 A 级。请问谁是这条鱼的船长？你好，我是记者，请问能采访您几句吗？问吧，别太长。这条蓝鳍金枪鱼是您一个人捕到的？不是，我们一个船队。但据我们了解，这片金枪鱼洄游带已经近20年没有渔民的船队敢涉足，你们是怎么找到的？凭这个，以前老渔人留下的经验，加上我自己的实践。这么说，您是自学成才？谈不上成才，就是比一般人稍微不要命一点。银行卡到账42万元。林哥，我欠债3年了，今天头一回手里有后票，我想哭。别哭，省着力气，下一趟比这个还多。42万，一条鱼42万，他一条鱼比我整个船队一趟出的货都值钱。那破笔记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现在笔记的事儿反倒不是最要紧的了，要紧的是他现在有10条船，有记者帮他报，以后还有更多人投靠。那就把他彻底按死，趁他还没彻底站稳。上次翻他家没翻到，下次换个法子。你今天上电视了，新闻播出去，以后想买你鱼的人更多，你紧张吗？紧张什么？以前你在暗处一个人做事没人盯，现在码头都盯着你，还有那本东西，以后会有很多人想看一眼。笔记只是一个工具，真正的好渔人有没有这本笔记，照样能出海。不一样，这本笔记带你进了海，也让你知道以后要往哪里去。下一步就是白鹿海槽围网捕鱼，这次不止我了，身后的所有人都得安全到安全回。每个人的家人都等着他们，他们信任我，我就不能让他们失望。你说这话的时候，跟刚认识你的时候不一样了。哪儿不一样？刚认识的时候，你眼里只有你奶奶和那本笔记，现在你眼里有这10条船。奶奶跟我说，有出息了，能拉一把的人就拉一把，先让大家吃饱饭再说。慢点，慢点，一个个来。你叫啥？郭旺，52岁，出过30年海，什么天气都见过。郭旺，你不是孙海那边跑船的？跑了6年了，上个月结账，该发的12000只给了我8000，说是行情不好。可转头我看见周彪换了辆新车，再跟他混，我就是傻子。上次孙海说林远带人去送命，我差点信了。结果人家把蓝鳍金枪鱼的票子拍出来了，40多万啊，当场分钱。孙海呢，拖了3个月工钱没结。都别急，老陈手都写酸了。林老板，我郭旺老实巴交，不会说漂亮话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搞成了，我们真能分到围网捕捞单次渔获量大，
卖掉后除去成本，所有人按工程分账，各有各的算法，写在合作社章程里，你会看见。那我就报。林老板，恭喜恭喜，这么多人围着你转，不知道的以为你要开发布会。有话说，我就是好奇，你带着6、70号人去深海围网，万一船翻了，1个人都回不来，你是不是要对60多个家庭负责？你现在心疼起渔民家庭了，那些帮你跑船等你发钱的人，你给他们负责了吗？围网计划后天出海，你要想看就站在码头看，但你站在那儿的时候，看看身边还剩几个跟你的人。围网的船准备了15艘，多了5艘。老陈统计的报名人数目前67个人，15艘拖网渔船分工都排好了。你这趟筹备比原来计划的10条船多了5条，规模大了1倍。更大也得出。你知道围网作业同深船出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你说，单个船的时候你决定了方向，这条船跟着你就行了。但10几条船协同作业，一旦有船不听指挥，整个网就散了。你是说有些人还信不到过我？这是一个原因，还有另一个，船多了，目标大了，出事的概率也大了。所以出海前，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把规矩讲清楚。报数：1号船5个，2号船5个，3号船4个，4号船5个，67个。现在我跟你们说3件事儿：第一，到了海上，所有船听我指挥；第二，遇到任何危险，附近的船必须立刻掉头救援；第三，这一趟如果能满载而归，每1分钱的进账都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分，我不拿多，我自己这条船算1份，跟大家一样算工分。还有没有人有问题？我没有问题，我只说一句，林远，你是船头，我们跟你。所有人登船，4点半准时起航。是。所有船注意，前方3海里进入暗流带，各船距离保持40米，2两一组，互相照看。1号收到，2号收到，3号。大刘，信号断了。林哥，3号船跑偏了，全体减速，3号船附近有暗流。阿福，你船掉头靠过去看看。收到。把绳子甩过去，让阿福他们拖住，快！没事吧？没事。3号船能不能继续走？能，方向没问题。好，直接用7号频道。现在重新编队，30秒内报一次数。远子，这是第3天了，好几条船的人在说怪话，说那本笔记上写的坐标是不是看错了？坐标没错。林哥，有情况，有人在电台里呛起来了，说这是白跑，要返航。谁说的？都3天了，连个像样的鱼影都没摸着。那笔记上说的是鱼潮汹涌，鱼呢，潮呢，我看就是扯淡。你小声点，对讲机里全听见了。听见就听见，我说的不是实话吗？一天天刷油干等，这都是钱啊，谁赔我？林远呼叫7号，谁要返航？我张老四，现在这样耗着，我这条船一天光油钱就2000块，你出。张老四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你继续留在船队，按计划来；二，你现在就可以返航，油钱我退给你。我不是不信你，但不能再这么干耗了，大伙心里都悬着，你总得给个准话。所有人注意，正北方向2点钟位置，观测到一群海鸟，它们不散开，说明底下有鱼群在驱赶饵料。所有船收拢间距，往北移动。今晚之前还找不到鱼，我请你们喝酒赔礼。但现在所有人跟上去。2号已经掉头，3号跟上，掉头，跟上去。我的天！所有人撒网！终于来了！两边往里兜，别让鱼群从豁口跑出去。左前网口合拢了，加把劲儿！这一网下去，够咱们干1年的。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鱼。所有人注意，第一批渔货转运，附近的船分载，每条船不能超负荷，先保住船，再装鱼。哈哈哈哈！园子，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儿！怎么不唱？我差点信了那几个嘴臭的回去了。要是真回去了，我这辈子都得扇自己嘴巴。明天早上码头见。江小姐，15船满舱，全部平安。哈哈哈！好家伙，30年来头一回，15船啊，全满了。
这趟够分了。银仓总量共14批，总计约43000斤，均价参考昨天临市行情38一斤。这个品质可以按 A 级区分，我们39、41、43直接包了。最后定价每斤45，14批全部出清，结算总和1935000元。老陈，1号船总工分35，每人42000。拿着，我说过的心远子，没错。阿福，大刘，下次有不确定的事儿，直接在电台里问我。知道了。你知道我多少年没一次拿过这个数了？多少年？从我学会开船到现在，1辈子了，第一次。我得跟你说个事儿。您说，孙海那边的人今天来找过我。说愿意给我2倍的工钱，让我把你船队的围网作业时间兜出去。我把他们轰走了。可这种人不会只找我这一个，你身边现在有67个人了，你能保证每一个都跟我一样？不能，但我会盯着。远子，你说过1个也不能少，对吧？对，那就看紧点儿。跟林远跑船的那些人都过来听一句，今天开始，我的船队收人，愿意跟我干的，我先付5000定金，比他林远的合作社靠谱。他不就是运气好捞了几趟吗？你们跟着他风险多大，他自己心里都没底。姓孙的，这里是合作社的船位，你跑到别人地片拉拢人心，这般行为实在不妥。什么叫拉拢人心？市场本就自由选择，一个人想去哪儿干活是他的自由，对吧？有2个人真过去了，他们刚才找老陈说家里困难，孙海那边提前给5000定金，他们想先拿钱。让他们去，就让他们去。我说过，来去自愿，有困难的合作社这边可以提前预支，但前提是这个人来跟我开口。他们没来开口，直接去拿孙海的钱，那就是还没信我。你们过来以后不用干别的，就是正常出海，唯一要做的一件事，下次林远船队出海之前，把出海时间告诉我。刘传柱和马东去孙海那边了，你猜周彪找他们干什么去了？打听作业时间和围网计划。你怎么知道？刘传柱这人胆子小，让他做害人的事儿，他没那个胆。可打听点消息，他可能觉得自己只是传个话，不算害人。那怎么办？下次出海的真实时间只有你知道。下次他们要问我出海时间，我就告诉他们一个假的，那他们肯定会传回去。万一传的是假时间，那些被蒙在鼓里的渔民会不会误会？误会比送死强。奶奶，别怕，我在这儿。快报警！奶奶，还好，只是受了惊吓。帮我看着他。你还进去干什么？房子里有船队下趟的航线预标图，我必须拿回来。小远，你咋样？有没有事？远子，除了奶奶，还有这本笔记，别的全没了。7000，我存的，船头不能折，你用这钱先给奶奶换个住处。远子，我们都是跑船的，一根桅杆折了，这条船就散了。可你要站着，这根桅杆就还在，谁也烧不断。你房子的事，派出所立案了，走完流程有火灾救助。另外，给奶奶在医院订了1周的床位，你不用担心费用。江瑶，你听我说，你上次在白鹿海槽的时候跟我承诺活着回来，你做到了。那这次你也要收下这个承诺，活着回来也得有地方回去。下趟出海，下周5，听到没有？下周5。老陈把你家附近的监控截图发我了，那晚的有一个身影从你家屋后绕出来，穿过码头后巷。老陈放大看了，那是孙海那边车队的厢式车。这不算铁证。还有，消防的火灾认定书刚出来，起火点有2处，同时在客厅和厨房地面检出汽油残留，排除意外，确定人为。这件事快有结果了。你为什么做这么多？从你第一次出海那天，我就对自己说，
这个人要是能活着回来，我就跟他一起干。现在不只是做生意了。我以前觉得这条路上我只要拼命就够了，现在发现，有时候有人在岸上等着，比拼命还有用。好，饺子，吃饺子好。听说你们下周5出海，对，这趟别再烧船了，你烧了，我这干闺女急疯了，我可管不了。爸，你这孩子倔得很，我这闺女性子硬，嘴也碎，但人是真。以后你们俩在一条船上，别让风浪把她打翻了。不会。渔民老话里，这个叫换船哨，有麻烦的时候吹一声，隔再远也能听见。以前出海，没人会给我这个，现在有人了。下周5 4点半，我在码头，这次有新鲜橘子。龙溪水，那不是传说中的魔鬼漩涡区，100年前吞过一整支捕鲸团。没错，笔记上说，这片区域只在每年冬春交替时，潮位低于1.5米的时候，你能从漩涡区外侧找到一条蛇形航道穿过去，有一段极短的潮汐窗口，里面就是一片从没被开发过的深海渔场。记录上写的是，此境鱼群如群山，绵延10余海里。远哥，这个航道要是在穿过去的中途潮位涨回来，那我们退路没问题。笔记标注了3个等候点，供退出来时用。这一趟我必须去，不管多少人不去，我一个人也会穿。但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有人在等你们回家的人，我不能用讲义气3个字就把你们往坑里带。这一趟去不去，全凭自愿。我从第一天拿笔记起就跟你干了，拖都拖不回来。别问我去不去。林远，上次差点当了逃兵，这回谁拉我返航，我跟谁拼命。好，明天一早公布计划细节。我要去的路很凶险，是从没有人走过的地方，但是如果我成功穿过去，这片海就是我们合作社的未来。别说了，穿过去，穿过去，带我们穿过去。出海日4天后凌晨3点，所有人准时启程。潮位已报数1.4米，还在降。所有人注意，潮位降到1.5米以下，我们立刻进航道，就是现在。我的天，这就是龙溪水！别往下看，看前面，看尾灯，要翻了！其他船继续前进，1号船拖8号，8号船所有人往船头靠，减轻船尾重量。1、2、3。我去！8号回来了，队形没散。林哥，你过来看。这就是笔记里说的，此境鱼群如群山，绵延10余海里。第一网撒！当年我爹跟我说，龙溪水是死地，他要是能活到看见今天。各船报渔获情况，分批运醉，保船优先。分完第一批后，继续撒网。爸，你说的无尽鱼山，我们进来了。远子，咱们的舱全满了，还有几条船没满。9号、11号都还有空舱，照这个捞法，不用半天也全得满。所有人注意，优先把渔获往空舱的船转运，满舱的船准备第一批返航。林哥，看鱼信号还是满的，这底下起码还有几万吨的鱼，咱这趟根本装不完啊！那怎么办？扔回去？不许扔，分批装运。第一批满舱的7条船先返航，靠港卸货，剩下的船继续作业，卸完的船再赶回来轮换作业。来人，大跳板，这趟货太多了。调3台卡车，不，5台。你们赶紧再派10辆冷藏车过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量，任何一个码头10年没见过。这批渔获在哪里捕捞的？这么大的单次捕捞量，渔业局需要做记录和评估。初步统计，第一批返航7条船，总渔获量约在1200吨以上。8条船还在作业，预估再有一趟，总量能接近2500吨。我省近30年最大的单次捕捞记录是900吨，你这趟已经破了记录将近3倍，而且是可持续围网作业。龙溪水渔场首航记录，单次双城预估总量2500吨以上。周彪，你涉嫌指使他人实施破坏生产经营、强迫交易罪，这是逮捕证。你也不过是站在岸边看热闹的。孙哥，说吧，
刚才又有3个船员找我说，他们想转到远航那边去，还让我也一起过去。那就去，都去。你还敢来这里？林远，房子被法院拍了，周彪的案子没收了我的船只，我现在没有船，没有住处，还有欠债。当时你给我们远哥3万块的时候，可没这么客气。欠债36万，我以前跑海认识的人，现在一个接我电话的都没有。这是5万，当年你该付我的20万，还差15万，这5万先拿着，剩下的如果你愿意留在船务修船，工资2万，每月从工资里扣还。你为什么？陈叔，给他安排个临时铺位，修船的活儿从明天开始干。你刚才给他那5万是省下来的婚房钱吧？为什么？他差点烧死你和奶奶，当初对你那般算计，你怎么还能帮他？陈叔，你说扔下一个人和拖一个人回来，哪个难？他孙海欠我的记在账上。第一批正式聘用的120个岗位，主要优先录用社员家属，招工通知已经贴在码头上了。开仓！远儿，你爸当年在码头帮人修船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让镇上的人都吃上饱饭，你做到了。这本笔记不可能永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龙溪水的航线、围网的渔场坐标，还有之前每一处鱼群的运气规律，这些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今晚开始抄出来。渔获不可结远，育幼鱼须放生。这些话以后写进合作社巡护规章里，每条船出海前都要看一遍。我今天教你们的第一件事儿，不是怎么抓鱼，是怎么读懂潮和鱼。鱼群不在的时候不要硬捞，幼鱼要放生。这些规矩不是为了好名声，是因为我们合作社的渔场是自己的，今天捞光了，明天就没得捞。远哥，有人说你把秘密全交给我们，不怕自己不值钱了？合作社不是靠我一个人，将来你们的船也会带新的学徒。到那时候，你们自己的笔记比我这本还厚，那才是真值钱。这要搁3年前有个船长这么跟我说话，我打死都不信。少废话，发下去。一个人的远航结束了。几年前，我一个人站在这个码头上，怀里揣着一本破旧的笔记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镇子以后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。我只知道奶奶在等我，我欠了钱，我没有退路。黑潮暗礁那趟船沉了，我一个人漂在海上。那时候才明白，不是笔记救了我，是心里有一点不想倒下的劲儿，让我撑到了天亮。救了我们的也不是那本笔记，不是一个人能打能扛，是在座每个人都在船上的时候，你往后看一眼，发现没有一条船掉头，没有一个人扔下同伴逃走。我那时候才彻底想明白，靠山是你不想倒的时候有人替你撑一把。是有人遇到危险了，有人甩烂绳过去拖你。渔镇的那些老辈人，他们留下这些东西，不是为了让我们一个人拿去发财，是让后来的人一起有饭吃。我今天把笔记抄了很多份出去，以后在这片海上，任何人手里都可以有他自己的一本，但那只是纸。真正的本事，不是踩倒别人，是把自己活成别人的靠山。快点，快点，来了，来了！走吧，船在等。